大家好，这里是亚科技，我是蒋振宁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台三星 S9的维修案例啊。这个机器呢，客人说是轻摔后黑屏，但是来电话呢，这样盲触呢是可以滑动接听的啊，然后强制重启以后也是无法显示。那在我手上呢，我去尝试按的话也是有这个震动反馈的。然后他寄到了三星的售后啊，说是主板损坏了，应该是拿了一块好的屏幕进行测试了，然后跟客人说是要换主板。但客人觉得换主板呢可能不太划算啊，所以想发过来到我们这边进行维修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拆开机器啊，看一下主板到底是什么问题。我们正常的维修思路呢，应该是由外而内先更换屏幕，但由于这个机器应该是在售后换过屏幕，测试过了，应该是主板问题。那主板的话呢，我们要找到这个屏幕连接的座子，然后呢进行测量对立阻值啊。现在我们显微镜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望远表来先测下座子啊。二极光档，红笔接地，黑笔测。先从这一排开始测。这排都没有的啊，听声音就可以了。哎，这里应该是个供电。哎，那么经过测量以后，发现这边1、2、3、4、5啊，第5个角，可以看到阻值只有0011啊。那么这个阻值应该是将近接地了，这条线应该是一个显示电源给过来的3伏。那么我们打开图纸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分析一下。刚才我们测的呢就是这个1、2、3、4、5这个9角通出来呢是一个 VDD 的3伏啊，下面并联了一颗电容，然后呢它是通到上面的这个显示电源芯片啊，在这个位置，那这一句话。这边呢也有并联一个电容，然后到达这个芯片里面。正常一条线路上呢，如果有阻值偏低的情况呢，我们也是先找并联的。但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直观一些呢，我们给它一个电，然后用热成像仪照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上电试一下，2伏左右就可以了。哎，那可能是这个电容了。我们再来一下啊，点一下，看到吗？比较明显啊，我这个镊子下面它是正常的，那我们先把这个电容拆掉，不会这么爽吧？又是秒杀。OK， 好，然后呢再测一下阻值啊。哎，看到吗？真的就上来了哈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我们直接装屏试一下啊，说不定真的就是一个电容的事情啊。这么一个问题不修，好可惜的。我们直接夹电吧，这样看得更直观一些。哎，来了啊！大，啊，震动了，亮。哦，哎，没有亮啊。我们这个开一下，这个开一下。奇葩，大，震动。啊，还是没有亮啊。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一路烧了以后呢，导致显控可能有一个片区损坏了，这种基本上不用测了，这个也修的比较多的了。那我们先直接换一个显控，先试一下先。先把它拿下来啊。吹的话尽量对着这边吹啊，因为这个背面是 CPU 硬盘的。OK， 放点汗油啊，好，清一下干净。这有点地形啊，带一下风向。OK。刷一下干净先。可以了啊，放点汗油先。OK， 我拿一个芯片，
看一下型号对不对啊？等一下搞不对了麻烦。05啊，对的。轻轻飘一下就可以了啊，不用让烙铁碰到芯片的，就在上面碰到锡就可以了。刷干净行。OK。拿个支气网。像我直吸的话，我一般都是随便拿碗了，对得上就行了。灵魂时刻啊，慢慢的，OK。好，过下位。点位的话，朝这边啊。好，转过来。好，固定了啊，再来。OK。好，我们再试一下啊。这下应该是可以了。也是家电吧。当，好，震动了啊，看一下。诶，看到吗？亮了啊。那也就证明它摔了一下，然后呢，导致这个电容损坏，产生大电流，可能让显控片区损坏了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它自己电池扣上去，把功能试一下啊，全部装上去。OK 了啊。好，来了，相机我只有2%的电了。后置相机可以啊，前置。前置也是 OK 的，然后看一下设置 ，WiFi 和基带吧。WiFi 啊 ，WiFi 可以打开啊 ，WiFi 可以打开啊 ，AAKG 能收到。再看一下基带，声音刚才有啊，说那个解锁的声音是有的。关于手机。哎，它这个基带，在这，啊，基带也是有的，也没有问题。然后再确定一下声音大小啊，声音，在这。哦，还立体扬声器的，可以，够嗨。这个机器呢，基本上就 OK 了。那我们这里插个题外话，因为之前呢，我有一个媒体的朋友问我，说手机维修这个行业有没有可能被人工智能代替啊？我觉得应该可能性不大。你说通过科技的发展，减少一些人工的投入是有可能的，但毕竟手机维修这种纯手工的活，跟这种工业制造呢，这区别还是蛮大的，是吧？那对于这个问题呢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？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